好，欢迎来到北欧老吴聊美股的直播。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半，也就是现在开始直播，到12点30分钟。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。你好，Isabella，请帮忙确认一下。在直播间的朋友，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，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。如果说声音和图像都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请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。请进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。好的，谢谢丽丽帮忙确认。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现在这个大盘，然后我们就分析一下大家问的那个个股。今天主要是什么呢？今天大盘还是上涨的，目前标普是涨了0.45%。今天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，就是这个非农数据，也就大非农，对吧？那么今天这个非农数据呢，整体都是在盘前出的，但是整体都比预期的弱。看这两个数值，一个是失业率，一个是就业人数，都比预期的要那个数值要小。那么这个整体来讲，就业市场还是没有那么强劲吧。但是这个每小时的 average 就是平均的每小时那个挣的这个工资是跟预期一样的，但是而且比上一次的这个要高，所以说可能通胀还存在。那么现在这个两个数值正好相反，现在市场预期就今年2026年还是可能降息或多次降息的可能性可能不高，但是现在整体来讲数据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坏吧，整体来讲，所以说你能看到今天的大盘的话也是标普的话也是在上涨的。那么现在大盘有几个变化，尤其是大周期上有一个变化，有几个变化。首先，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，月线上顶分型又没有了。现在这个1月份已经开始了，但是这个又出现新高了，意味着月线的顶分型又没有了。然后周线也一样，周线之前是出现过顶分型，已经出现过多次，那么又被突破了，说明周线也没有顶分型。因为任何的转折呀，都需要有顶底分型出现，对吧？没有顶分型，它就不会转折。那要想出现转折，就再等一周。如果说你看的周期是周线的话，那下一周才有可能出现顶分型，才有可能转折。所以说，这是一个新的变化。然后日线上，那么我们日线最终跟踪的就是这个4835起涨这是进入段，这是 A 中枢离开走了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小 B 段，然后又做出一个大 B， 就是说这个结构是饱满的。首先，在日线上，这个趋势上的结构是饱满的，有进入段，有大 A， 有小 B， 有大 B， 对吧？可以没有 C 段，就是这个现在是可能在离开的 C 段，但是可以没有，直接掉头也是可以的。就是这个结构是饱满的，但是呢，它也可以把这个最后这个中枢给震成9段升级也可以，那么前面都变成进入段，然后再离开也可以。所以现在就围绕最后一个中枢在做变化。我们要做的就是，其实就是说，如果说没有力度往上走的话，那就可能再拉回来，甚至是往下砸都可以。所以你就利用中枢震荡的这个操作策略，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减仓，中枢这个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加仓，就是一个加减仓的动作。但是如何判断力度是否衰竭，你需要多周期的来观察。单独看一个周期，你的这个是不全面的，或者说是抓不准的。要想抓得准的话，你就要最少结合2-3个周期，比如说日线上你要结合60分钟或者30分钟，再结合一个小周期的，比如说5分钟、15分钟，这样的话能够抓得更准一点。所以现在简单来说的话，就是指数来讲就是一个中枢震荡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来提问的问题。前面有一个叫Metagame 朋友问了一个 MBLV， 我们先看一下他问的这个 MBLV， 他说是无人驾驶是吧？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，大周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图形，其实是一个这个应该是之前上市的时候我也是留意过这个 MBLV， 它当时上市的时候可是涨了一波啊，对吧？从这个位置上市的时候，当时是20多
20多涨到48，也是翻倍的。但是后来不知道这公司出了什么事情，好像也是，不知道是不是做这个无人驾驶，是做雷达相关的，还是说只是做这个具体的这个基本面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但是它的图形的话，从最高点，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，从最高48跌下来的时候，是一个也是一个饱满结构，这是一个 A 中枢，这做了一个 B 中枢，然后还打了个最低点，最近，所以这个下跌调整已经很充分了，这个调整很充分了。可以，先这个结论就是这个调整是很充分，但是调整充分并不代表要涨，就是也就跟我们说的那个背驰了，并不代表涨一样，需要看到就是空头的力度是消解了，或者说衰竭了，但是多头的力度并没有表现，这个时候它也不会涨。所以说你要想进的话，需要多头的力度有明显表达的时候，你再往里进。但是它的最后这段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一笔。这是周线上最后一笔，我们看一下在日线上。那么日线上这里是从这个是起跌点，这样的话，它其实是这里可以有一个，还是有一个中枢。你这个中枢可以当成一个中阴段的一个中枢。所谓中阴段的中枢，就是说这个中枢它的方向并没有确定，这个中枢它的方向并没有确定，它可以是再次跌破前面那个低点，可以，也就是说前面这个下跌延续没结束，也可以是什么呢？也可以是这样。然后这回踩了一次之后往上走，相当于借用这个中枢，相当于这里有一个中枢，然后往上走，然后可以给一个3码，也可以。就是现在它所处的位置其实类似一个中阴状态，它只要没有突破前面这个高点和跌破前面这个低点，它是都处于一个这个区间之内，它是这个没有方向性的选择。所以说现在它这个虽然说你看它冲得很猛，但是又被砸回来了，又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。而且这个还在这个中枢的这个中轨下面，但是呢，现在是拉到了 MACD， 是拉回到 MACD 这个快慢线拉到这个零轴这里了，对吧？一般在零轴附近都是一个2买的一个状态，尤其是这个周期是比较大的话，日线上的话有可能给一个日线2买，比如说踩一脚踩到这个中枢下沿，那么就在这个 MACD 在这里企稳，给一个2买之后，看能不能够起来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看它能不能够，现在你要进场做多的话，它这里有可能没跌透，对吧？看能不能够到这个下沿附近，甚至再次砸穿前面这个低点的话，那就看它有没有盘整背驰，再进也可以。只要这个 MACD 现在处在这个状态，没有像前面这里是掉头往下走的状态的时候，都可以进场做多。好的，这是简单说一下这个 MBLV。然后看大家其他人提问的 ，Isabella 问了一下 Robinhood。那么 Robinhood 的话，这些股之前这波大涨的时候啊，都是跟什么相关的？跟那个比特币相关度比较高，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，这里是周线上出现了过一次回撤。那么当时这个回撤的话，我们可以现在测一下，它当时是回撤了0.32%，30%，对吧？从下面这有一个大中枢，然后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走了一个大5浪。这个5浪是当下的时候5跟3是没有背驰的，但是它的内部是饱满的，所以说它出现了回撤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回撤之后，就看这新的一笔也是一样，它在大的周期上，在周线上它没有方向，它需要再次要么是突破这个139，要么是跌破102才有方向，对吧？如果说跌破的话就是延续，那如果说突破这个139的话，就是这个新的一笔就生成了。但现在是没有方向的，所以说在周线上是没有方向的。sorry， 看一下这个小周期上它看一下更可能往那个，但是个人倾向的话，它是更可能往下选，因为这个 MACD 这个往下扎的张的口比较大，有可能要粘合之后，看看能不能够掉头来一个空中加油上去。所以说我个人倾向是再次跌破102之后有可能企稳。我们看一下日线上，那么日线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，然后又下来了，然后再次上去，然后这里的话，其实这个当成一笔或者不当成一笔问题都不大，因为它有一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。你如果说不当成一笔的话，那就直接到这里，日线上就是这么一个结构。那么日线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，对吧？就是我们刚才在周线上看，我说的我的个人倾向是跌破这个102.1，再次跌破它，也就是说这里再次跌破它，比如说踩一脚这个200天到100附近吧，
跌破它的话，就看它这个进入段。我们现在可以测一下，刚好等比例在107。如果说踩到107，这里如果说这个接不住的话，那可能要跌破这个102到200天才可能接得住。所以说你看它到107，因为107这个空间是跟前面这个进入段比例相同的位置，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。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拉不回去的话，可能再往下沉一沉。但是到200天，我觉得也就撑死了。到200天也100附近吧。如果真能给到100附近的话，你可以去进场尝试做多它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周线上的话，如果说真的到100附近的话，那就是在这个位置。所以说，也就是这个位置，它的结构内部结构更饱满，更容易形成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也就是第6笔回撤的一个这个终结的位置，更可能在100附近。然后看它是不是再次上涨一笔，是再次突破也可以，再次突破153也可以，或者说它就是在这里做一个大中枢，跟前面这个结构或级别相同的中枢。说你现在就是看，首先这个回落。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，对吧？因为日线上它这个结构现在这个偏弱，尤其是这段它在这里一直横在这里，没有往下走，或者说也没有往上走，就是这个地方偏弱，上下都弱，说明它是没有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性。等它选择方向之后，更好容易来操作，要么是往下走，要么是往上走，对吧？现在它是处于一个无方向的一个状态。这是这个 Robinhood， 然后我们再看 Lily 朋友问了一个特斯拉。那么特斯拉的话，这个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，我们首先说这个结构，从214.25，现在看的结构是日线，是进入段做了一个大 A 中枢，这是7笔的一个中枢，然后开始离开，然后开始又在构建大 B 中枢，说这个结构也是饱满的，对吧？那么也是跟刚才那个标普一样，就是现在看它针对最后一个大 B 中枢是如何来构造的，是要继续震成9段来。还是说这里要走一个离开，然后给一个3买也可以，或者说3买转2卖，这个不是3买转2，不是3买转2卖啊，就是这个弹上去了，但是不突破前面的这个最高点，然后往下走也可以，对吧？现在你要做的就是，而且今天也出现了底分型了，然后如果说能够摊一笔的话，先看能不能够到这个中枢的上沿470附近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大概有多少，6%。如果说到最高前面那个历史高点的话是13%，6%到13%的空间。如果说你长期做的话，你成本不够，这个成本比较低的话，这个位置是应该进的。那么今天又出现了一个强底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段的内部。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，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，然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。我们看它的1小时上，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，然后又跌破这个低点，又反弹了一次，然后今天是突破了前面这个小中枢的高点，所以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长的进入段，然后做了一个3笔的一个反向，做了一个这个反向中枢，然后又砸了一个低点。如果说你一直跟踪特斯拉的话，在1小时上这个位置你是不难抓得到的，对吧？首先你要有结构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位置也可以进，这个位置也可以进，因为这个位置它是会出现一笔反弹，因为它是一个盘整背驰嘛，对吧？这个位置是首先可以尝试的。那么你尝试了之后，它反弹比较弱，那你肯定要减的。当然它也可以是强势的，因为在这个位置进场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，就是在它盘整背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是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反弹，就微转或者说很弱的一个反弹，这个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在当下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说的是当下这个位置进不进，那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判断了，对吧？如果说你一直在跟踪它，然后出现了盘整背驰，然后这个交易周期也相对比较大，你又能够交易这种周期的话，那你是应该进的，而不是说啊，我这个位置可涨，或者说可以大涨，也可以有可能我猜这个位置可能涨不太高，我就不做，这个是有问题的，对吧？就是说你如果说是一个缠论的按段交易者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它的涨跌幅的，你只能根据当下现在的结构来操作，而不是说我预测它能够大涨，还是它如果说涨了，比如说出现底分型，你买了，但是没有出现这个反弹一笔，又把这个低点打掉了，那你就做止损就好了。
很多人说，那你这不是这个会被，如果说你这个在这个位置进场了，然后又被你打掉了，你不是相当于你这个就是成了一个亏损吗？没有任何一个位置进场能够100%保证你盈利的。这一点一定要清楚。我们既然按照技术分析，其实技术分析只是一个大概率，就是我们这个位置进，它已经盘整被持了，大概率能够这个上涨一笔，或者大概率能够这个出现盈利的这个交易，就是你不能够去预测它。那有止损或者被打掉止损，这是都很正常的，因为没有100%的交易是成这个盈利的呀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在这个基础条件下，不要好多人是因为比如说被止损的比较多的时候就害怕交易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所以说，你一定在有计划的这个止损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进了，我止损就放在这个下面。你虽然说它又到了这个位置是这个又形成了一个反转，但是你是又是预测不到的呀。所以你在这个位置止损卖了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又买回来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你只要这些都是在你的计划之中，在你的分析之中，这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，不要觉得有止损被止损掉了，我要怎样，亏损了要怎样。如果这些都是在你计划的，而不是去追涨杀跌，我要说的是这个，这是有区别的。追涨杀跌是这个你是被迫的，但是止损是你已经计划好的，这个是这个亏损我是能够承受的，对吧？所以说不要去预测，只去跟随就好了。那么现在就看它能不能够再次到，比如说470啊，甚至再次这个突破498，这都没人知道。所以说你只能去跟，说要分配仓位，这个位置要分配仓位了。这是这个特斯拉，但是也快好像是要财报了，1月28号要出财报了，说是不是要在财报之前跑一波，比如说跑到这个470，甚至到这个前高附近，这前面还有好几个缺口呢，对吧？这里还有个缺口。是不是要把缺口补了，在这个地方等也可以，但是这个位置是应该进的。这是特斯拉，然后我们看这个伊莎贝拉问 K 可以，是只说可以是吧？是不是打了个那个什么？然后再往下看这个 S Shy 朋友问英伟达的话。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，首先周线上它是出现了一个3买，这个3买是针对下面这个大中枢，这是英伟达的周线3买，但这个反弹现在是偏弱，对吧？这个反弹这个够一笔，首先在周线上这个那个反弹是够一笔的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是不是要出现3买转2卖的这种模型。3买转2卖的话呢，意味着这里要回撤一笔的，回撤一笔的话，也是可以这个再次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。如果说拉回到这个中枢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个从212要断开了，那就它的左侧这里是一个盘整上，然后右侧它可能来一个3笔的回撤，甚至是5笔。如果说还可以做中枢啊，做2个中枢都可以，这都是后期的。但是就看它这个回落的这个力度。但是呢，在回落之前，这个3买转2卖的前提是这个反弹这一笔要结束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一笔。那么这一笔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，它的在日线上是3段，现在是又生成了一段，这里是又生成了新的一笔，也构成一笔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位置是这样一个结构，是一个首先之前是3段，这3段构成了一个这个周线上的一笔，而且是在一个等比例的附近188.76是这2段等比例的位置。然后它这个位置没涂上去，然后现在出现一笔回落，然后这个回落也是今天也是刚好涂了一个小低点，跌破了昨天的低点，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。那么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一个中枢，也是在200天120天附近，你看这个均线120天，在这个附近如果说能够企稳的话，然后这个 MACD 也拉到0轴以上来了，如果说这里要企稳做一个反向，做一个上涨中枢的话，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出现的，对吧？那这就变成了进入段，然后这就变成离开段了。所以说就现在就看这里企稳之后，但现在只有5根 K 线是够一笔了，但是多头的力量或者说拉升的力量现在还没有出现。那么也有可能你要再等一等，出现一个这里再出现一根 K 线，出现一个底分型之后，看它是不是要更明确的信号之后，是不是要往上涨一涨。如果说这样的话，假设这样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进入段离开段，那先看这个202，也就是说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等比例在202，对吧？
或者说是到0.18，那195，那就偏弱，对吧？整体来说偏弱，所以说现在就没有明确的这个底分型的时候，你可以先不动，甚至它可以再往下蹲一蹲，蹲到这个120天这里，它可以，你看前面这里跌破过120天，每次跌破120天都是一个空头陷阱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是跌破过，停留了几天之后又拉回来了，所以对他来说，120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。你看这里突破过之后就一直没有下来过，所以120天这个均线是非常重要的一根这个中长期的一个均线。就真跌到120天附近的话，是可以尝试这个做多的，而且可以多买一点。这样的话，因为它这里是可以做一个中枢之后往上走啊，可以走离开的。所以说这个基本面，它现在最近为什么这么弱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还是它的芯片。卖往中国的这个部分现在没有落定，而且中国也是有一些规定吧，想买它的芯片的话需要申请，对吧？政府层面现在是有一些问题，所以说它的不太明朗。整体来讲，毕竟，英伟达现在在中国市场，它是，按照他们 CEO 的说法是没有任何销售的，所以说这个是市场现在比较这个考虑的问题。但是大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龙头。你想要这个，现在英伟达跟各个行业方面，就是说这是不可缺失的一个企业也好，或者怎样也好，所以说这个基本面虽然说可能没有中国的那个业务，但是说也不差呀。之前这个在上一个季度公布的时候，它也没有中国的业务，不是还是说后面不是还是上涨的吗？对吧？再看这个秦朋友问，SMH。这是一个芯片的一个 ETF 啊，那也是涨得非常好。我们之前应该是 SMH 是这个对吧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，它的图形的话比这个特斯拉涨得还要好，因为它可能是这个其他的跟芯片相关的公司它比较均衡，不像那个你只买单一的一只股票。但是它的结构的话跟标普呢很像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简单的这个结构，这里是。有过一次回落，但是它那个回落还不够一比，所以说它比那个标普那个还要强。这是有过一次回落，因为这个反回落是不够，所以说一比就到这里了。然后它这里只有一个中枢，它前面全都是进入段，就前面都是用浪形的模式做的这个进入段，就它比那个标普那还要强，对吧？它这里是一个这个是因为4月9号那天构成的一个，所以说你可以当成一个次级别的2买。如果说在日线上的话，就是1比1、2、3、4、5，一个5浪作为一个进入段，然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，日线的中枢。所以说我一直提醒大家，就做主流，对吧？就做这个市场上最能看懂的这个行业，然后主流行业。你这买，你每次去买回落，你都不会太差；你拿着不动，你也不会太差。因为市场现在全在做这个，是最容易赚到钱的，是最清晰的这个线路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其他的你看不懂的话，你觉得你能看懂，但是市场看不懂啊，或者市场的资金不进去，它也不会涨，这是最容易的。就是现在针对它的话，这个还在走离开，那就看它这个离开都是很强的状态，对吧？然后就看这个什么时候它，但是你看这里。日线上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，这个次级别应该有2个小中枢了。我们之前说过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这个级别有3根以上的 K 线并排的时候，说明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就有中枢了，说明这是它的次级别或次级别有2个小中枢了。那这个位置首先不要追它，对吧？那么有回落的话，有的话肯定可以继续拿，你要想买的话，肯定等回落呀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再打一个高点，给一个回落之后再往上上，所以你买的话肯定是买回落，而不是去追涨。但是像这种的话 ，ETF 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定投。你这种定投的话，你肯定是亏不了的，而且这个利用这个资金的慢慢的这个复利的话，可能成绩更好，比你去如果说做不好，比如说你去想做波段，但是没做好，容易卖飞它的话，那反而不如去定投，这样的话还不容易卖飞。一旦卖飞，你这个它又涨上去了，你心态一坏的话，又容易追涨。所以可能更差，所以针对这种 ETF， 我觉得尤其这种基本面非常好的 ETF， 更好的方法对我们小散户来讲是定投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，还有5分钟时间，我们可以再分析一个 NBIS。
这个我们之前是分析过，但是基本面我是忘了是干什么的了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形，这里是打出来一个低点，然后是在这个0.618，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痕迹，对吧？我们之前说从这个14.09这里，这个起涨点的话，它是一个123，然后3没背驰，然后没背驰，但是这个回落了，回落正好在0.5这里。它这个回落，我们之前说过多次，这个黄金分割呀，不是什么魔法的这个工具啊、数字啊，都一定要在0.382停，0.382这里停，还是说0.5停，还是0.618，这都是一个这个红绿灯，或者说是一个可能得到支撑的位置，对吧？你不知道在哪里。那么现在它选择的是跌破了一点0.5，然后这里出现了一个，这是一个比较强的这个单 K 反转的 K 线，就这个75.25这根 K 线，就是这个什么叫单 K 反转，就是这个 K 线的十字类似一个十字星，或者叫这个下影线特别长，然后 K 线实体比较小，对吧？这种是说明它往下砸，然后多头又给拉回来了，是说明这么一个技术含义。这种是单 K 比较明显的一个单 K 反转，又是在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有含义的位置出现这么一个 K 线，所以这个在当时当下这个位置出现了，比如说这一周收盘的时候，或者这一周收 K 线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了，是不是要逆转了？到这个位置是不是要逆转了？那么它之后的每次回落，你都是应该去进场做多去买它的，因为它在这一周已经给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。那么现在就是这是一个1、2、3、4，现在这个第5笔还没有出现，但是大概率是要出现第5笔了。那么如果说要出现第5笔，也可以反向先测一下这个反弹的这个可能的，现在已经反弹的很强，对吧？已经突破0.382了。看这笔，那现在这个因为是周线嘛，那下一周看它能不能够到105，甚至是到115都可能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就看它这个后期的这个时间能不能往上走。现在只有4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还是很强的，而且这个 MACD 都在0轴以上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有收口的意思了。如果说能收起来，来一个空中加油再上去，那基本上突破，如果说有力度的突破115的话，那再次突破前高也是没有问题的。看一下日线，日线的话，现在这个从最低点看的话，这个是一个123段，123段，但是呢，它第一段是不够1笔的，只有4根。但是在次级别肯定是够的，就是1小时上肯定也是3段。我们可以先比较一下这3段的这个力度，哎，等比例103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现在这个张口张的比较大，我估摸着，这里小周期上是这么有一个中枢，就1小时或30分钟上这里有一个小中枢。如果说后期这里力度再能起来的话，就能突破这个等比例。如果说这个力度没有起来的话，那就受阻于这个103。它有可能在下来一次之后再上去，但是目前看整体状态是不错的，就是说不论是 MACD 啊，还是说这个均线呢，都在120天之上，对吧？前面也是踩过120天，你看这里，从这里爬到120天之上之后，就全在120天之上，所以也是挺强势的一个状态。目前如果有的话，还是可以继续拿一拿。如果这里如果说这一笔结束的话，那你就看这里是再次等待回踩一次，可能再踩一次120天之后再上去也可以。以这种方式，这里够一个中枢之后，完成这一笔的反弹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不知道它怎么选，但是你要跟踪的话，就去跟踪它这段的内部，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个小中枢了，就利用这个1小时或30分钟这个小中枢来做你的这个差价操作就可以。如果说周期比较小，不想做操作的话，那就那个观察日线也可以。还有因为苏三朋友也是经常来，我们可以最后再分析一个他问的这个Broadcom，他说这个能开仓吗？其实这个位置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也最近也在看这个，因为这个在上周好像有朋友问的时候，不是上周，就周一的时候有朋友在这个位置问，我当时说这个位置有底分型，这个顶分型了，然后这个反弹是偏弱的。那么如果说它往下走跌破321的话，那你是不划算的，甚至是踩200天，对吧？但是现在这个里是已经回撤够1笔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回撤刚好够1笔，也在这个中枢下沿。那么现在这个中枢是多少段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刚好9段。那么就看它，因为前面都是进入段，这都是进入段，
那如果说9段升级之后看能不能往上走。但是现在这个就是 MACD 表达的现在没有那么强，这里是可以建仓的话，如果说开仓的话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它现在就是说还是没有明显要脱离这个中枢，现在有5%的空间到这个中枢上面的话，就是想脱离这个中枢啊，力度要大。但是目前看这个力度没有表达出来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要想做这段的话，那就先做这5%的一个空间。那么如果说它要是这里是一个中继体分型的话，那就可能要再次跌破321.42之后，也就是这3笔它可能是出现一个背驰啊，或者说是等比例啊，对吧？如果说等比例的话，就可能是267，甚至是跌到这个0.618也可以，300。如果说整数取整的话，在300附近，那就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，也是可以，因为并没有破坏这个结构。即使是再次跌破321.42，也没有破坏这个结构啊，因为它只不过都是在围绕这个中枢震荡，它还可以，即使跌破这个都还可以再拉回来，那可能是一个快速的回拉，也有可能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这个5%左右的，看你做不做，是可以操作的。如果说你这个有这个能力跟它的话，那么如果说这个不太这个觉得那个拿不稳的话，就先进一点也没有问题。起码5%的话也是肉嘛，对吧？虽然说可能跟其他的波动率比较大的相比的话，它的5%波动并不大，但是就看你个人了。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只能分析这么多了，再见。